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看起来估计很多人会不开心啊，为啥呢？因为今天的这个行情可能会让很多人被套住了，因为大家都觉得马上要到15号了，以太坊就要成功合并了。看起来呢，盘面没怎么跌，这个底部算是站住了，不会再跌了是吧？15号以后肯定会大涨，那我还不赶紧买爆？于是呢，来各位观众，看这个盘面，在大家都觉得越接近15号越会上涨的时候，结果呢，你看现在盘面开始跌了，很多人买在高位，现在可能已经有几个点的亏损了。来，各位这几天有被套住的，请留言打个1啊。不过呢，被套住了也无所谓，这种套呢也只是微微套，你也最多就是5个点以内的亏损，这在正常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导致这一次今天的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面具人，我觉得是美国即将公布 CPI 的事情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那今天咱们的主题就要来讲一下跟这个事情也有关，但是呢，我还想讲一些币圈之外的话题不过呢，也是和你们的资产有关的重要信息，这可比讲币还要重要的多，那就是数字人民币。其实这也和币圈息息相关嘛，跟你的钱有关系。怎么说呢？这个玩意儿现在又有新的动向了。各位，你们口袋里面的钱，马上就要想了解不？想了解一下数字人民币会对你有啥影响？会不会让你的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呢？来，仔细听好了。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会从交易心理、还有链上数据以及一些基本面来聊一聊 CPI 会对以太坊合并也好，接下来的加息也罢，对盘面的影响有多大呢？这是咱们今天后半段的精华内容。前几天中秋节嘛，满月之后是残月还是血月呢？来，各位仔细听好了。听好面具人我的预判。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今天我就会给你们讲一下政府的政策对你们的钱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也有可能我会忘了说那就是没有数字。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把它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真金白银能卖钱的东西值钱。以后呢，我1周开讲1次每天开讲太麻烦了。好，来讲正题大家来看这张图各位看到没？这个上面写的是数字人民币已经显示出威力了。这上面显示出来的是你的数字人民币交易被限制了，不能买证券。各位，你们还记得不？尤其是老观众应该记得我2年前的预言吧？我当时就说了，数字人民币实施了以后，你的钱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甚至你的工资收入的消费比例多少能用来买米面油，多少是必须用来交房租的，都是可以被系统设定好的。大家再看这些图，这个人在网上抱怨他的钱从银行卡充到数字人民币的钱包就可以，但是从数字钱包取到银行卡就不行了。各位能明白这个道理不？就是你的人民币变成数字人民币可以，但是数字人民币想再变成人民币，甚至是取现那没门儿能不能是我党说的算？如果说他不想让你取，他可以有1万个理由，1万个规章制度。大家回想一下之前什么南京银行暴雷、河南银行暴雷，那些人的钱就取不出来，是吧？以后呢，银行不会暴雷了，以后呢就给你变成数字人民币你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取不出来给你换点花样，什么让你到这块消费这个钱只能用来干什么？那不就能挤掉很多泡沫了？是不是？反正你的钱还能用嘛。
你取钱干啥？你取钱不也是为了花吗？不也是为了用吗？对吧？那以后你的钱要买车，还是买房子，还是交房租，还是想做生意？你可以提前报备呀，你可以申请审批呀，把你这个资金给你转换成专款专用呀。否则呢，这个钱到底怎么用，党说的算。说白了，你的钱以后，收款或者是你的工资，肯定会被强制执行用数字人民币结算，那是必然的。然后呢，这个钱的控制权还不在你的手上，主控权在谁的手里？在党的手里，在习近平的手里。他想怎么处置你的资产，想让你怎么样都行。你的钱怎么样花，能在哪儿花，花多少，并不是你说的算。之前我们辛辛苦苦挣的，比如说现金啊，我今天挣了100块，我想怎么样花就怎么样花，谁凭什么能限制我？财产私有，对不对？我个人对我自己的财产是有完全支配权的。可是呢，以后中国不存在什么私有制了啊，以后就是完全的党有。你的资产、你的人、你的一切，你能不能出门，你能不能下楼，你能不能出去吃饭，全部都是党说的算。各位，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你别听什么网上共产党给你洗脑的，说什么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现金是一样的，这种逼话能信吗？数字人民币的数字键盘敲一下就出来的东西，跟你真金白银的现金拿在手里，那差得可远了去了，对吧？所以各位，还是面具人我预言的那些话，你不想你的钱被共产掉，你不想你辛辛苦苦的血汗没有了，那你今天看到了我的节目了，算你们走运。其实去年前年有幸更早的时间的听到面具人我节目的人，早就把自己的人民币资产给转换掉了。咱不说远啊，就说去年，我建议很多观众把自己的人民币换成 U 的，对吧？老节目就在那儿，可以给我作证啊。你当时把你的人民币换成 U， 你就算啥都不做，你零风险你都能赚钱。你们看一下嘛，美元指数又突破新高了，美元对人民币都到7了，那就相当于你去年换的钱到今年你躺着就赚了10几20个点，爽不爽那至于有人想多赚，那你也可以炒币对吧？但是你炒币你自己不敢乱玩也不敢乱跟别人那些什么交易所拉托的博主的单，那你就是完全被割韭菜的。你一定是要跟对人。那面具人我一不给任何交易所打工，二我做生意做交易都是比较保守的，我要考虑你们的安危，我要考虑你们的这个盈亏情况。有些钱呢，咱哪怕不赚，咱也不能去亏，明白不？不要铤而走险，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嘛，对吧？既然你想去通过做风险交易赚些钱，那你一定是要做好一些预判，跟对一些人的，否则光凭你自己，尤其是新手，那不亏钱才鬼了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情其实今天对行情影响最大的，就当属 CPI 数据的公布了，对吧？因为以太坊合并的消息已经出来很久了，它的能量和热度已经被消化掉一部分了。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数据还是 CPI， 大部分金融机构预测的都是这一次的 CPI 公布会在 8.1 到 8.2个百分比之间。其实这一次的 CPI 的数据的分水岭面具人我觉得就在8。如果说 CPI 公布了以后降到8以下，那就算利好，因为 CPI 降了，则意味着通胀已经连续几个月被控制住了，则接下来的加息会有所缓和，这是一个连环利好。可是如果这一次 CPI 公布还是维持在8个点以上，甚至更高，那各位接下来就有点悲剧了你们就要做好空军准备了。这个月绝对会加息75个基点，甚至爆冷门加100个基点都是有可能的我说的这个话你们可不敢断章取义我说的加75个基点到100个基点的前提是 CPI 的数据很难看。
我们再看一下上一次的 CPI 数据吧。上一次的 CPI 数据是从9.1降到了8.5，对吧？0.6的降幅，美联储还算是比较满意。可是，如果这一次的 CPI 数据的公布降幅没有超过0.6个百分点，对美联储来说就相当于泼冷水了。因为美联储想的是，到明年6月份就得把通胀控制到4%以内。那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每一次 CPI 的数据公布，每次通胀都必须要有0.5%以上的降幅。如果说有一次不达标，则必须强行加息，把这个 CPI 强行降下来。所以呢，各位，今天的这个 CPI 的指数的公布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接下来币圈奠定了从9月份到年底的一个大趋势。毕竟现在以太坊也合并了，算是一个区块链的怎么说嘞？新的一个大趋势、大纪元吧，对不对？那么再结合现在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这一次到底是加2次50个基点，还是说一次性给你加息，把你干死了，加到位，都会产生巨大的震动的啊。不过我们也不用太过于迷信这个东西，明白了没？啊，因为加密货币现在的盘面资金流动量少，如果说庄家们想强行解读，他可以把利空当利多拉，把利多当利空砸，你们明白不？如果说庄家要这么做，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你没有大数据，你没有客群的图谱啊，人家有，人家还有内幕消息，人家早就已经把钱准备好了来操纵市场了。所以呢，光看消息面、基本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结合一下链上数据来看了。现在市场情绪相比之前的几天的极度恐慌，还算是乐观了一些，有慢慢缓和的迹象。USDT、USDC 的量尤其是买入量还是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但是交易所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流入量从昨天到今天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证明了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一次 CPI 的数据的公布，万一数据不是很好，我提前把币转到交易所了以后，我随时都可以卖掉跑路止损，对吧？同时还有一个数据比较重要，那就是交易所的币的流出量也很低。那这就证明了很多的买入交易都是处于投机阶段，他们并没有把币提到自己的钱包提出去，他们只是想做一个比如说短线呀，或者是搬砖套利的行为，又或者是很多机构他们提前布局好的一些币，你还没算一些场外的币呢。所以呢，我认为等会儿那个 CPI 的公布可能会引起比较强烈的震荡。我的操作方式是，我一会儿等等看美国的讲话，看看形势，如果有机会我就做快枪手跌了的话那我就继续观望嘛，涨了我也先不急，我等着15分钟线出现2根左右的，或者是3根2到3根的阳线，砸不下来的话我就追进去，然后看准利润点，我见好就收当然了，你想长拿再搏一下15号合并成功的大利好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们要想好了如果说出现了冷门事件、黑天鹅事件，比如说15号以太坊宣布合并大吉了，成功了，但是盘面并没有怎么拉，结果呢韭菜们都失望了，然后呢都开始抛售了，结果造成了一定量的这个抛压和下跌，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点尴尬了，是不是？好，咱们先不扯2、3天以后的事情咱们就说今天到明天咱们该怎么操作我认为等会儿那个 CPI 一公布波动影响会比较大，而且影响较大的肯定是以太坊跟 ETC， 比特币的振幅可能会相对较小，所以呢，今天我的投机操作我会主要选择以太坊和 ETC， 比特币的话，作为短线投机的话，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最近的数据嘛。除了最近这一周，比特币出现了一个
中短线的涨幅还算比较好一点的现象。之前的一段时间，比特币它的这个震荡量啊是非常低的，反弹力量也是非常低的，它还不如以太坊上下给你杀个10几个点对吧？还能有点激情，利润能大一点，盘子小还能好拉一点。比特币现在真的是一艘大轮船，你想驱动它，想让它掉头，都需要比较大的这个预热阶段。所以呢，咱们今天投机的目光可以放在以太坊跟 ETC。那好，各位，如果等会儿有更及时的点位我会在会员群里面及时给大家公布的。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包括参与我的一些稳健收益、零风险的项目，又或者是一些高倍率的早期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28。接下来呢，各位等着看一下 CPI 的公布吧。祝你好运，再见。